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宣帝本始元年，这是宣帝余年改元的开始。首先让我们留心一下宣宗的头衔和名字。宣宗是他的谥号，基本上每个皇帝都有谥号。宣宗还有一个庙号叫中宗。西汉所有的皇帝里边有庙号的只有4位，分别是太祖刘邦、太宗刘恒、世宗刘彻、中宗刘病已。谥号、庙号、年号、尊号，这么多头衔到底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含义？咱们前面讲过的。汉朝的特点是，只有那些格外闪光的皇帝才有资格获得庙号。所以我们看《资治通鉴》的编排体例，写到文帝了，就是太宗孝文皇帝上，太宗孝文皇帝中，太宗孝文皇帝下。写到景帝就是孝景皇帝上，等等等等，没有庙号了。然后是世宗孝武皇帝、孝昭皇帝，到现在就是中宗孝宣皇帝。宣帝有庙号，仅从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够判断他将来在政治舞台上会有不俗的表现。除此之外，宣帝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，有字。宣帝姓刘，名病已，字次卿。一个男人有名有字，这是从周礼来的。贵族男孩在成年之后要举行冠礼，头上戴冠，请嘉宾给他取一个字，这就标志着男孩子长大成人了。从此以后，在社交场合上称呼对方的字才是礼貌的。所以我们不难想见，国君不需要字，因为字对于国君而言没有使用场景。那么相应的，皇帝、皇储、皇子同样不存在取字的需要。宣帝之所以例外，是因为他原本只是一名落难皇孙，生活在民间，他的未来看不出有任何军国子民的可能性。叶廷令张贺拿他当孙儿抚养，所以从取字到娶妻，应该都是由张贺一手包办的。次卿是汉人常用的字，像公孙弘字次卿，严延年也字次卿。同类的字还有少卿、李陵、公遂、丙吉，他们的字都是少卿。次卿也好，少卿也罢，听上去多少还有几分谦逊。当然也有不那么谦逊的，就是长卿。司马相如字长卿，夏侯胜有个堂弟兼学生夏侯建字长卿，易学专家施畴、孟喜他们的字也都是长卿。时代风上，汉朝男人取字爱用卿，直译过来就是首长；女人的取名爱用君，直译过来就是老爷。当然，两者都已经从时期的指称演变为尊称，继而演变为美称。既然卿字变成了男人取字的常用字，有了各种长卿、次卿、少卿，那么在取字的时候，对于名和字的意义关联性就不那么容易拿捏了。宣帝名病已，意思是病好了。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他小时候丙吉给他取的，因为他当时生活在一个太恶劣的环境里，好几次险些夭折，特别不让人省心。这种取名方式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了，人们不愿意把不吉利的字眼安排在名字里，尤其是疾、病这种字眼，哪怕是叫气疾，无病也不行。但看看汉代有刘病已、霍去病，看来大家对此并不介意。刘病已很快还会改名，改成刘询，这倒不是因为询这个字更有高级感，而是因为病已用的是太常见的字眼，大家很难避讳。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宣帝本始元年，新年伊始，头等大事是给定策功臣们加官进爵。名义上说，这是奖赏以霍光领衔的一众高官的定策安宗庙功。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尽心尽力，刘姓江山就不稳了，刘家的列祖列宗就快要得不到像样的祭祀了。而实际上说，废立皇帝这种大事，高风险一定要伴随着高受益，霍光必须让自己阵营里的同盟军拿到可观的回报才行，同时也通过这种公开的回报把同盟关系进一步锁定。其实这也是一种分散风险的办法，不然的话，一旦将来政局有个风吹草动，再出一个像严延年那样有投机精神的，或者像夏侯胜那样读圣贤书认死理的，要踩死一个庞大的霍光同盟，总比踩死一个霍光困难多了。
站在宣帝的角度，皇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换言之是霍光拿着一伙强人赏给自己的，那么给霍光及其盟友多大的赏赐都不为过。就这样，霍光的采邑增加了17000户，达到了2万户的规模。然后张安氏以下10个原本有彻侯头衔的功臣增加采邑，5个没有彻侯头衔的功臣封为彻侯，还封了5名关内侯。这5名关内侯里边有丙吉，还有苏武。苏武啊，终于被封侯了，但不是彻侯，仅仅是关内侯，特赐10邑300户。看来在拥立宣帝继位的事情上，苏武也是出了力的。对于苏武而言，这件事的难度和辛苦应该远不能和当年出使匈奴、坚守汉节19年相提并论。但没有办法，事情的难易和含金量往往并没有很高的相关性。加官进爵都做完了，霍光是时候激流勇退了，他像模像样的行起手礼归政于宣帝。但宣帝哪敢接呢？从此以后，大事小情首先向霍光呈报，然后再转达给宣帝。资治通鉴的原文是诸事皆先观白光，然后奏谕。我们在日本历史里边经常看到的观白这个职位，此源就在这里。观白的本意是告知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到了唐玄宗开元后期，相权严重侵犯皇权，于是产生了观白制度。御史要想弹劾哪枚官员的话，不能直接在朝堂上发起弹劾了，而是必须将准备弹劾的内容向上级长官汇报，只有在获得许可之后才能发起弹劾。这是后话，等我们讲到唐朝的时候再说。眼下的观白意味着宣帝连一块橡皮图章都不算，一切朝廷大事都是由霍光裁断的，宣帝最多只是有个知情权而已。但即便只是这个知情权，到底哪些事情可以让宣帝知情，哪些不可以，决定权还是在霍光手上。史家当中，吕思勉先生对霍光的用心相当怀疑，他发出过一个灵魂拷问，此其意所以霍安语，意思是说啊，宣帝不会是因为接受了这样的安排，才终于避祸全身的吧？但我们禁不住会好奇，假如在霍光提出归政的时候，宣帝真的热血上头一口答应了下来，事情到底会怎么发展呢？当然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霍光以谨小慎微独步天下，他之所以敢这样做，心里一定有了十足的把握。事实上，经过了昭帝时代的苦勤经营，霍光家族已经盘踞了政府等各个核心部门。简单盘点一下，霍光的儿子霍宇和侄孙霍云都做了中郎将，霍云的弟弟霍山做奉车都尉、侍中，统领胡越兵。霍光的2个女婿范明友和邓广汉，一个是未央卫尉，一个是长乐卫尉。其他还有好多霍家人遍布朝廷，也就是说啊，朝廷名义上虽然是刘家的，话事人是宣帝，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霍家的。就连宣帝住的未央宫，警卫安保工作都是霍家人在管。那么站在宣帝的角度，自己这泼天的富贵反正都是霍光给的，让霍光去尽情享受权力欲，当也不是不可以，自己只要乖乖的当好吉祥物，日子到底比先前不知甜蜜了多少倍。再说了，真要主持政务的话，每天那么多的麻烦事，今天这里地震了，明天那里打仗了，自己毫无经验，何苦去操那份闲心呢？但不久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，一个人到了这个位置，那可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并不是修炼内心、清心寡欲就能解决问题的。站在霍光的角度，权力是最强力的春药，人对权力总是食髓知味，所以权力场的一大特点就是能进不能退。退一步说，就算霍光本人真的高风亮节，但老婆孩子不会愿意让他退，女儿女婿也不愿意让他退，三亲四戚啊都会贴上来巴结他，死活不让他退。但霍光在他那个位置，对亲人呢又必须格外依赖，因为亲人到底比外人可靠多了。看看上官桀、桑弘羊他们当初都是自己的盟友，同进同退，可结果呢？仅从常情常理来看，霍光不得不怕，
眼下他之所以立得稳，只因为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，粉碎了一场又一场阴谋，以赢家的身份站在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罢了。而一旦有个闪失，无论多惨的结局都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即便是庄子站在了霍光现在这个位置，他真的敢挥一挥衣袖，飘然而去吗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